来看到日本现在是被中俄夹击了吗？日本的防卫省指出啊，俄罗斯的电子情报侦察机 IL-20啊，飞越了北方4岛上空，判定呢这个是个什么侵犯领空事件，因此日本呢也派遣了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回应。不仅仅是领空包括了这个海军上面呢，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啊，在25号的时候呢，有3艘的中国军舰，还有1艘俄罗斯护卫舰，正沿着北海到东南海域向东北方向航行。那日方呢也是随即派出了2艘护卫舰，还有1架反潜巡逻机来进行预警监视和情报监搜。好，但是啊，我们来看到了，不仅仅是派机派航舰去现在连这个中俄的外长会谈也说了什么，针对日本绝对不允许他重新武装。大陆外长王毅还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表示，要加强战略协作，要维护2战胜利成果，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但是面对中俄的警告日本显然是没有什么在听的啦，还是跟美国继续来联合演习。来看到这个是史上第2次的这个朱诺号遭到日本潜舰击沉，因为他们呢又再次来联手演习了。这个呢是美军第3艘的朱诺号2栖运输舰在英勇之队演习期间呢，遭到日本的训津号潜舰击沉。除了朱诺号之外呢，美军也在其他的大型军演中测试了远程打击能力。美军的资讯显示了退役的2栖突击舰贝里流号呢，日前也是一样遭到了2枚射程可以超过120公里的鱼叉反舰巡逻飞弹击沉。那美国海军也说啦，说今年的潜舰训练重点呢，就包括了长程火力，还有先进无人水下载具运用，借此要提升在高威胁海域中的侦察、追踪以及打击能力。好，所以现在美日呢是毛起来军演了吗？但是我们来看看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日本的民怨好像爆炸了。我们来看到呢，在25号的时候日媒报道，东京涩谷站竟然是发生了疑似爆裂物。现场警笛大作，一辆消防车接着一辆来，那警方也立即封锁现场。就很担心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恐怖攻击事件吗？好，但是除了这个治安的问题之外呢，日本民众其实是更反对高市政府的。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日本が絶対その非核三原則を守ってきたのをひっくり返そ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しょ。そこはね、絶対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し、憲法違反だし、ダメで。好，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是反对政府要修改无核3原则啦。好，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高市的民调呢，是不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呢？来看到他的蜜月期好像结束了不止民调现在已经大跌破50%大关了，所以现在考虑要怎么样？要在8月或者是9月的时候去调整政党人事希望能够透过人事改组来挽回支持度。那么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呢，也预计会有人入阁。但是你这个修改你的这个人事能不能够让你的民调集起还不知道。倒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什么？是中国方面的技术急起直追，美日好像摇头兴叹了。来看到呢，这个日本总务省2026年资讯通信白皮书显示说呢，日本的生成式 AI 使用率虽然是大幅上升，较上一年度呢翻倍至58.8%，但是大陆的生成式 AI 使用率是达到了93.6%，这个差距明显凸显了日本的 AI 普及率在全球还是明显的落后。不仅仅是 AI 机器人也是，甚至日经的 X-Tech 的网站呢发布了拆解语速机器人的画面。来看到他们把这个语速人形机器人给拆解了之后呢，想要探究内部的结构还有
有技术水平。结果拆解到最后啊，感叹，日本在短时间内想要缩短与中国的差距，恐怕并不现实。好，就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真的是发展的太厉害了。好，不仅仅是日本摇头兴叹呐，美国可能也是哦。因为现在啊，有25家美国巨头是联合支持开放权重模型包括了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个国家美国的重要企业机构都发表了联合声明，表态要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慧模式就是因为啊，闭源模式对于网络安全工作有使用限制，最终不得已要去求助中国的开源模型才能化解危机，所以他们也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呢，必须要避免过早限制或者是禁止这一类模式。好，所以最后呢，好像还是要学中国使用开源吗？但是啊，我们来看到面对中国的这些科技崛起，是不是美日最终还是可能得要乖乖低头呢？请教彬哥。这次俄罗斯的这个1220飞越北方四岛上空，那日本说这是侵犯他领空，可是问题是北方四岛现在是谁在掌握？是俄罗斯在掌握，他不是一直都飞过那边吗？所以请问一下，日本打算怎么办？把它打下来，还是你敢飞到北方四岛直接飞过去吗？好像你也不敢。所以我觉得日本去争这些东西，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实质上就这北方四岛就是俄罗斯一直在掌握了。其实本来在之前，俄罗斯跟日本关系还不差的时候，本来普丁是有意要先还一半给他。那可是问题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跟着美国去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就翻脸了，说从此以后不理你啊。所以现在日本能够要得回北方四岛吗？我看是没这个机会，反而是日本现在一心一意想要去修改宪法，想要重新让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这引起中俄的高度警戒。所以中俄现在就是摆出的态势，就是联手要去钳制日本，不准日本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中俄已经在日本周边进行了好几次联合演习，目的就是要去压制日本的企业。那当然，日本也不示弱，他也跟美国去演习。那最近还演习给你看，他的潜舰有办法集成这个2栖运输舰。OK， 你们也可以演习啊，但是问题是，美国毕竟要跨越一个太平洋才能够到日本这边来，那中俄就在你旁边，那你跟中俄为敌的话，日本长期下来，你有这个胜算吗？那实际上，高市我们都知道，他的民调从一开始的非常非常高，是战后民调最高的日本首相。那可是到现在一路往下跌，最近已经开始死亡交叉了，他的不支持率已经超过了支持率。那可是呢，他好像不明白自己的民调为什么会下跌，还打算靠着人事调整改组，看是不是能够挽回民心。根本不是这样嘛！日本民众现在最担心的2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你不断的在国际上跟中俄为敌，这样会制造一个紧张的氛围，这个对日本国家的这个态势完全是不利的嘛。而且你要重新去考虑非核三原则，要重新正常国家化，都会引起周边邻国的这个担忧嘛。所以这是一个在挑战过去这几十年日本已经安定了体制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让日本民众不忧心？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更严重的是日本的经济啊！现在日币喋喋不休，然后你看起来束手无策。你要知道，日币因为这样一直暴跌，日本现在的人均 GDP 是低于韩国跟台湾的，这是已经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看起来还在持续探底啊！你日币如果再没有积极的挽救的话，搞不好会跌到170耶。那这样子高市还执政得下去吗？所以他不对准源头，然后反而每天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看高市恐怕做不久。所以高市的民调雪崩式下跌，重点是内阁改组吗？我们来请教接大使。其实日本现在的战略处境是处于非常劣势的哈，因为事实上的话，它的这个2次大战的时候，在亚洲大陆的2大敌人，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一个就是俄罗斯嘛。那现在他要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话，那事实上的话一定会引起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联手的抵制。现在就是很清楚，而且这一次这个拉夫罗夫也俄罗斯的外长跟王毅在菲律宾面对面谈判以后，那很明确的就变成
这个有一个很明确的政治的一个呼吁啊，就是说绝对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看起来是好像是掉以轻心啊，好像老神在在。可是问题就变成，其实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海军跟空军啊，那每一次这种巡演下来，我想对日本都造成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日本它要走上重新武装的力量的话，那它会对它现在已经陷入一个困境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重新武装看起来不是把自己的军事力量练强，而是把自己的经济拖垮。其实，在上一世纪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把当时的苏联给拖垮了。因为军事的建构是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的。那以日本现在这个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之下，如果再把大量的经济资源放到这个军事的再武装上面那么对日本来讲的话，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且你可以看出来，日本在战略位置上它处于一个绝对劣势，因为它北边有俄罗斯，俄罗斯有这个强大的舰队，还有它这个超强的这种所谓的战略轰炸的能力。那中国大陆现在这方面呢也很强，所以两个世界最强的两个军事强权联手的话，那么一下就在日本的北部，一下就在日本的这个东部，一下又在日本的西部，然后再要不然就是津轻海峡穿过去，再从大隅海峡穿过来，然后呢每天走这个宫古海峡，这个让日本事实上我觉得每天都是心惊胆战。那其实对日本最好的方式还是维持和平，对他最有利。那如果他要再走上个世纪他的军国主义的路线的话，那么我觉得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会继续降低。那么这样降低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国内的这些支持他这个新军国主义很可能走不下去所以日本的民众为什么要出来抗议，反对这个改变乌核三原则？其实日本的民众看的似乎跟大使的想法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请教小舰长。有关于北方四岛的部分其实当初旧金山合约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呢，日本跟俄罗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签订相关的和平条约，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大部分都是出在这一个北方四岛的部分那但是日本现在来采取一个策略，无论是在钓鱼台或者是北方四岛的部分，它都宣称是它的。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留申20这个电子情报侦察机它的一个飞行路线，它直接飞越这一个我们看到也就是北方四岛的上空。现在北方四岛其实是俄罗斯的领土，那日本一直喊没有用那但是我们想到说，这个有关于伊留申20的这个电子情报侦察机，它为什么要前去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先为了我们看到这一个中俄的这一个海上巡航的舰队，先进行一个水面上目标的一个探扫。所以那个我们看到之前通过之后那个中俄的舰队就过来了。那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部分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海上巡航其中的一点但是日本这样的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切香肠的一个方式来重新的让大家把这一个钓鱼台或者是我们讲到北方四岛认为是是日本的你想都别想。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这一章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讲到的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这个第8条那我帮大家翻译好了，也就是开罗宣言的条款呢要得到执行，而且日本的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9州4国以及其他小岛屿，这小岛屿里面并不包含北方四岛。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外长这么强调有关于那个2战后的秩序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你日本想都别想，就是说想要回复你当年的这一个2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个有关于占领的土地那这个部分，那当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联手的时候，日本
他现在想要透过这个核武突围，那不要忘了，中国大陆相关的核武原则是会针对拥有核武的国家。好，所以美中日俄这场大博的博弈，接下来会如何震荡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美国在密谋什么呢？每晚轰炸伊朗的行动竟然在24日暂停了。来看到呢，这是诡异的暂停吗？因为呢，美军已经连轰13晚伊朗了，结果呢，在24号的时候呢，中央司令部没有发动任何新一轮打击行动的消息，那甚至美媒曝光了，下令要停止攻击的就是川普本人。川普在过去2周是每天下午都批准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且这些打击计划呢，数小时之内就会执行了。但是在24号的时候呢，川普并没有批准，反而只是军方不要执行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到底是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呢？那川普就说美国其实还是保有继续甚至升高攻击的能力，包括彻底摧毁伊朗现有设施，美军已经全副武装垂死待命但是目前呢优先选择谈判但是也被传出了其实是不是因为中俄在背后来帮助伊朗，让美国呢有点招架不住呢？川普也说呢他选择相继习近平还有普丁他说呢尽管有报道揭露中国跟俄罗斯提供德黑兰情报，并且锁定美军目标，川普仍坚持两国并未武装伊朗，认为习近平和普丁呢皆未参与其中。对这两人呢是抱持着信任。是相信中俄，还是因为根本管不着呢？因为专家就说啦，包括了中国的卫星影像还有俄罗斯的战术呢，都成为了伊朗飞弹越打越准的一个关键。外界就怀疑这背后就是有他们两个之前在包括俄乌战场上面累积的战术经验有关，才导致于伊朗呢能够精准的瞄准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队啦。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中国呢有没有帮助伊朗不晓得，但是确实在停火上面他们是尽了一份心力。来看到王毅就说啦，美伊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希望伊朗跟中东人民只占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弃。他也说啦，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该关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那么伊朗的外长也说了，他们愿意谈判，从未改变，也不希望冲突继续敦促美方系统承诺，保持克制，与伊方相同而行，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那路透甚至报道啦，说怎么样，在北京当局的推动之下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寻求重启美伊谈判，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伊朗内政部长10天内也是2度访问伊斯兰马巴德，那就要会晤这个8国高层，还有陆军参谋长。所以就重启谈判来展开试探性的讨论了吗？毕竟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伊朗打得有点辛苦，那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是消耗非常的大，甚至川普呢，又被传出要被暗杀了吗？来看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呢要来重新举办了，但是呢，他们就怎么样？安保加码要封锁整个街区这场晚宴呢原定是4月25日举办，但是因为这个枪击事件而被改期了。那第二次改办的晚宴呢，就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那这次的安保呢，当然是绝对非常的严格的，甚至还用卡车封锁了整个街区，而且也要对宾客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但是这个川普的晚宴上面呢，竟然是狂轰记者还有政敌甚至还戴上了川普2028的帽子，难道还要再选一次吗？来看到川普呢，他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即兴演讲，过程中时而称赞记者，时而冷嘲热讽，那最后在结尾还戴上了川普2028字样的红色帽子，玩笑式的暗示要角逐下一届的大选。但是这个玩笑美国人听了笑得出来吗？另外来看到呢，为什么川普要暂停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呢？我们来请教彬哥。
其实早晚都是要停下来的嘛。你一直这样炸下去，双方你炸过来，我炸过去，然后美国大家不要看这一阵子，其实美国一直在承受损失，因为伊朗越打越准。那美国现在也没有聚集到足以一次就是歼灭掉伊朗有生力量的这样的武力。实际上，他现在停留在中东的军队，相比之前是大幅缩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川普自己心里头也有数，你这样一直炸下去也不是办法，终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的。所以他现在就暂停，我想是想要对伊朗释出一点善意，然后看双方是不是能够就此再重新回去谈判。那可是中间变数还是非常多啊。川普今天 hold 住，明天搞不好他又来了，这个很难讲的。那只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伊朗会越打越准，是不是因为中俄提供给他技术或是一些情报？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但是川普现在为什么选择相信普丁跟习近平？你以为川普是傻子吗？他真的相信他们两个吗？当然不是啊。而是你不相信又如何呢？你不相信，难道你要跟中俄开战吗？不可能嘛。所以，既然你不可能去对中俄开战，那实际上中俄如果真的提供资讯给伊朗，你还不是一样没办法，还不如就瞪着眼睛看。所以干脆就选择相信，让避免横生枝节，因为让事情变得越复杂，对谈判其实完全不利。所以其实现在双方都还是有意要谈判，只是要欠缺那个下台阶。但是那个死结到现在没办法解开的，就是川普想要一个至少他可以拿回去跟美国人宣称的光荣胜利，可是到目前为止，伊朗不愿意给他这个光荣胜利，因为伊朗也要他自己的光荣，所以双方的症结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结没有解，我看双方还是打打谈谈打打，大概不会这么容易停下来。那中国大陆其实当然希望早日和谈。因为这样中东这边这个变数解掉之后，荷姆斯海峡畅通，对其实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也不是单纯美伊之间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这个谈判没有这么容易结束。我们已经看了这么多个月，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拖。但是川普必须要思考一件事，越来越接近你的期中选举投票日，对啊，你没有办法在期中选举前结束这场战争的话，共和党这次真的能够选得好吗？我看这个问题很大。那至于说伊朗到底有没有想要暗杀川普，我认为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有这么想过，而且对穆吉塔巴来讲，他是杀他全家的仇人呢，他当然会想要报复。可是问题是在这个现阶段此时此刻，暗杀川普真的是适合的吗？我认为伊朗的有识之士应该会理解到，这个时候去暗杀川普，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而已。那问题是，你伊朗不想动手，别人会不会想动手？这个很难讲。美国境内恐怕很多人就要川普的命，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那所以美国加强防范、加强警戒，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川普所有的问题，最终还是来自于川普自己本身。他没事喜欢这样口没遮拦，然后又故意戴个2028的帽子。我觉得这只是会让自己处在更加不利的状态，对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帮助。好，开这个2028的玩笑，真的是很多人可能会真的很吓到，所以暗杀事件，有没有可能又有呢？我们请教介大使。对，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是在任内被刺杀过最多次的美国总统。对，那这个东西跟他这个就是说哈，这个言语过于激烈，行为过于怎么讲就是说激进，然后呢不断刺激他的对手，然后把美国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绝对有关的。那如果他不收敛自己的言行，不收敛自己的作为的话，那这个美国朝两极化发展的话，那对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好处的，对美国当然是没有好处的。那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川普突然收手了？其实我自己看法还是跟经济数据有关啊。因为23号的时候，布兰特原油已经涨到101块一桶了。我当时认为这就是川普的心理防线，而且这个原油价格一涨，美国的4大股市指数全降，而且这个道琼跌了大概最跌当天就跌了676点。所以这两个东西对这个不管是油价、原油价格，还有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这都攸关川普这个年底的选举。这个势头他一定要怎么样？要把它稍微控制一下。那他会不会继续打？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就是这样打打停停。然后那个，我觉得他的指标这东西就变成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打与不打。像什么 Hexas 啊，什么 Rubio 啊，贝森特啊，
什么范斯啊，我觉得都是小幕僚，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所以每天要把这个计划拿给他看，然后他觉得要打还是不要打。我觉得作战计划不重要啦，川普是看那个原油的那个价格跟美国股票的指数在决定。所以我觉得目前他心里的界限是大概$100，那超过他就会停一下。那也没错，那个立刻美国的这些国际原油价格还有这些股票也都下来了，这个很灵的哈。那所以现在有一个谣言，就川普在他的这个social media 里面，他开了一个账户，就说你们可以花钱进入一个这个会员就这个会员有一个好处，你就知道，而且那个还蛮贵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提前比别人早知道我要讲什么啊，提前知道我要不要打伊朗这样子吗？所以有人说川普做这一任总统，他已经赚了$30亿了，我看那可能不止哦，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美国不是民主吗？总统都是要受法律拘束吗？可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制度在川普的这个运作之下，就是赤裸裸的帝制独裁，然后呢为所欲为，真的是大开眼界。所以呢，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不要以为制度会保护谁啊！碰到川普这种那么自以为傲的这个世界民主的典范，现在变成一言堂，然后呢专制独裁，然后呢所有法律对他都没办法。他就是，所以有人称他做川普大帝啊，我觉得一点不为过。真的是说，如果是照这个介大使的说法的话，我看所有的投信公司这个钱入会费都一定要缴了。接下来请教小舰长。有关于这个伊朗它的这个飞弹为什么越打越准呢？因为不准的、比较老旧的，他都先打。那他把这一些比较先进一点的，然后还有他的这一个射程比较远的，都留在后面。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2月28号以前就已经做好相关的一个想定，而且他的一个继任人选，通通按着这个方法来做，所以非常能够掌握现在战场上的一个态势啊。那至于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觉悟也就是他可能开始不再使用 GPS 系统，开始使用我们第一段曾经讲到的一个北斗系统。北斗系统它的精确度，那大家打开这个高德地图，你就会略知一二。那至于说川普为什么要收手，刚刚大使已经帮我们分析了有关于油价的部分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你飞弹数量的部分，因为美国它终究他还是想要成为这一个世界的警察可是我们看到，光到这一个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前，它的各型飞弹消耗的数量非常多。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一个后续补足的时间，这不是以日计这是以月计那以月计的话，我们随便看一下。如果是以这个战斧巡弋飞弹48个月也就是4年了。他要4年才能补足他在2月28号之前的数量那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川普他的自己的在从政之前他在商场上的经验，也就是《交易的艺术》那本书你看到《交易的艺术》那本书，他就讲得非常清楚，川普从来就不把他的最后目标告诉让对手提前知道。那也就是说，他的摇摇摆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法夹弯或者是塔口，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交易的艺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国际局势里头，当然还有好几场战争仍然持续，包括了俄乌，包括了伊朗。现在也还没有办法有和平的解决的真正的落幕，但是呢，在中非这里最近海上很多对峙，其实关系也是非常紧张的。好不容易好像有一个相对和缓的消息，是来自于中非近日因为南海争端频频的发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特别密会中国大陆的驻菲大使景权，表达希望两国关系能够重置，要 reset 了是不是可以重新让
紧张的关系稍微可以和缓一些。那警权是公开的，就后来表达菲律宾方面不能一边说要重置，一边又纵容挑衅啊，尤其在海上的各种冲突争端实在是太多了。那么甚至在接受菲律宾媒体的专访，很不客气，还质问了菲律宾，听听他的谈话。闹什么闹啊？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能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结果和代价吗？没有任何必要啊！好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呢？老百姓关心的是工作呀，是我能够吃上饭呐。这2天呀，这边的反华的这些势力，军警的势力，还在不断的挑事儿，仁爱礁挑事儿，黄岩岛挑事儿，不断的在清创。但是呢，我们一点没有客气，坚决给他怼回去，坚决给他打回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漏。中非海上的冲突是一波又一波，礼拜五的时候7月24所发生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不简单哦，看起来这个规模大场景啊，中方有15艘船，菲方有10艘船，直接在黄岩岛发生了所谓的大混战。那么其中呢，有菲律宾的3艘公务船是不管中国海警的阻止。警告哦，执意要侵闯黄岩岛领海，所以呢，中国海警就立刻对于菲律宾的船只喊话、警告、拦阻。那船上菲律宾也特别带了西方的记者上到船只上面，就吓得记者一直在大喊，因为很紧张嘛，担心万一真的有冲撞或者冲突的时候会发生意外，一直喊着 "Look out, oh my God"， 就是很紧张嘛啊。那这个是这样的氛围是紧张的，但是呢，在很多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讲历史可以被原谅，但是不应该被遗忘。菲律宾是不是在美国当初对于它的历史的过程里忘了什么呢？这个是这个报道特别形容说，菲律宾的政客甘愿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打手，忘记过去曾经被美国人当野蛮人一样的运用。2战期间，超过26万的菲律宾士兵帮美军打仗。那么在太平洋战场上，当然死伤非常的严重。美方当时曾经答应过帮我们打仗的这些菲律宾籍的参战士兵，会跟美军一样，同等在退伍里面享有一样的福利。不过呢，1946年菲律宾独立那一年，美国的单方面直接撕毁了战时的承诺，这些人的命白送了，仗也白打了吗？当然，这个2战事件的事情还不止如此，当然还有日本、台湾各种的国家都参与其中。而越南船在南海失事，南海这里这争端各种最近引起的冲突跟风险，越南这最新发生的消息，昨天晚上发生，今天早上在搜寻的进度上面所看到的新闻是说，有62名载人的越南籍船只货船，在海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个沉没遇险，求救对象是谁？是向中国大陆来求救，结果中国的救援船赶紧去发出了协助求救信号弹，那么包括了有6艘中国船只、1架救援直升机，还有1艘越南船只都加入了现场的搜救行动。那么这种地缘政治上来看，究竟能够在这里向谁搜救，谁来加入救援，也是这个地区真的说得上话、真正的有权力的人吗？那么来看看在中俄的部分外长会谈，这是拉夫罗夫跟王毅的会面哦，发生在这个外长会议上合会上面，这2位见面强调的是要增加更多的双方战略协作，维护2战胜利的成果。不允许的就是日本在2战期间是侵略国，也是战败国，他们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不过呢，这个当然对于日本现在高市早苗的政策来讲，是要让日本的武装正常化。那么当然也就跟这样的政策是冲突的。台湾有事引爆日中的对立，学者示警，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者和田大树，他的文章告诉大家，引起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变动。日本的企业呢，应该要设想日中关系恶化以后，等到万一真的最严重的危机如果爆发的话，在中日的企业才开始决定撤离保全资产，恐怕为时已晚。那么显然，在中非、中日之间的冲突仍然非常的剧烈。杨老师，各位能够想象，我们在南海的太平岛，突然有一天，菲律宾的海军或者是船舰接近、骚扰、主张太平岛是属于菲律宾，他是这样主张哦，主权上。然后呢，突然出现骚扰事件，我们能接受吗？其实，在整个南海的这个岛礁尤其是南沙群岛，越南占领29个岛礁，中国大陆是9个岛礁，菲律宾9个岛礁，
台湾一个岛就是太平岛。那过去这20年，其实大家主权都主张了，全部都主张，但是呢，实际上有效的占领、尊重彼此的有效占领，这是一直以来在南海行为准则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越南也在做军事化的作为，菲律宾也在它的9个岛礁上面做军事化、做跑道，我们台湾也有做一个跑道啊。我本来要去的，结果后来前一天告诉我那天下雨，结果那个飞机都取消了，因为跑道不够长。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南海大家基本上不会把事情闹大。可是为什么小马可是就任之后，他还第一个出访是到中国大陆到北京去出访，然后呢没有多久，他开始就针对仁爱礁跟这个黄岩岛开始不断的吵到现在。而这2个岛，仁爱礁是1987年中国大陆就已经在上面设立标志。到了1999年的时候，菲律宾弄一个马德雷3号在上面，就双方一直吵到现在。黄岩岛一直是中国大陆有效管控，所以不管你地点在哪里，其实这样的一个有效管控，彼此就不会去闹事儿，这是一个目前为止的一个共识。和平处理这边的一些这个互动，甚至相互有灾难的时候可以去救援，这是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的。结果小马可是在访问中国大陆回来之后啊，很简单，我觉得就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因为他在美国的财产，因为他在美国的家族企业，因为他在美国的一些司法的案件，很清楚的，他就突然转而在岛礁上面不断的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而最近，特别就是因为菲律宾召开的东协外长会议，你看卢比奥跟王毅都到了马尼拉，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前后，从仁爱礁到黄岩岛1次、2次、3次的这些事件，就通通都是如此。不过因为都是用海警船，我们叫海巡署的这些船舰，所以呢，它事情没有真的变大，最多就彼此打水炮，看个那个照片这样子。所以，但是呢，就变成一个国际上的一种讯号，也就是说，觉得从东海、台海到南海，中国大陆的这种军事强制胁迫、新型胁迫行为，这就是美国现在整个把中国大陆在这些3海一线的这些作为，通通挂了一个标签。各位，这其实是一个大国的竞争，地缘政治上的争执，而有人愿意做协力者以及代理战争的支持者，那菲律宾当然就面临到这个问题。那可是他问他自己，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也问，你到底要闹到什么东西，你能够承受可能来的冲突跟影响吗？所以大家更了解这个地缘政治影响之下，夹在中间的这些像菲律宾，其实它有很多可能是总统个人，可能是内部政治，也可能是地缘政治上冲突的因素。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近在海上，菲律宾跟中国的海警船的冲突，哇，真的是好几次了，而且感觉这个情况都蛮激烈的，风险很高。这已经是这个礼拜里面第3次发生冲突。第一次我们都知道是那个马德雷3号，他们船上的军人为了要冲出来，被这个中国海警用棍棒打回去，这是第一次。第2次来讲的话，这个是菲律宾他的用他的海警船，然后掩护他的总共有30艘的这种八爪渔民来讲说海上人民英雄去冲锋就也是被中国海警打回来。这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影片是第3度。那第3度中国海警船上一次来讲，中国海警船因为是对渔民，所以他那个水炮只喷海面上面，没有对着船喷。那这次来讲，因为你来的是这个海警菲律宾的海警，所以他那个水炮就直接喷到他船上面，然后造成他船上面大概有一些破损跟受伤。为什么中国海警要做这种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强烈的回去？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警权他所讲的，你怎么样来，我们一定要应对的回去。可见了中国在南海态度上面有很明显的改变。这种改变叫什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就给你应对回去。所以从这个礼拜双方的冲突我们看出来，但是也因为中国的态度很强硬，小马可能也感受到，所以他要跟中国重置关系。什么叫重置关系呢？就是他认怂了嘛，要重新改善关系嘛。为什么他认怂？第一个，他
国内经济它必须要依赖中国大陆，这是不争的事实。它香蕉要卖给中国大陆嘛，第二个来讲的话，他认为美国不可靠了。美国这次闹成这个样子，美国有没有不管是在言辞上面，或者是实际上面、军事上面，有没有对他任何行动的一个支持？我们没有看到第三个，我认为是他自己小马可是自己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因为现在来讲菲律宾国内有将近十几万人正在抗议，这个支持沙拉杜特地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基于3个这种情势来讲的话，小马可是不得不低头认怂。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国际地缘政治不停的各种的不同的变动，其中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最近的冲突，吕老师怎么看？对，所以刚才呢就接一下刚刚厉将军所讲的，因为菲律宾的政策在改变，但是改变呢，其实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菲律宾也发现，其实它很需要中国的肥料。中国肥料如果不从荷姆兹海峡被卡死了，它需要中国的肥料，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态度要改变，不然的话，它春耕什么的粮食危机就爆发出来。不过你看这个景权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权讲的话是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态度呢？态度你可以看出来，虽然他是跟中国媒体在讲，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大国跟区域国家的这个态度闹什么闹？闹什么闹？闹什么闹？他其实跟菲律宾讲话也是很凶的。那就表示一个区域大国跟这些小国，其实你回忆一下看看，以前看到习近平跟这个小马可斯讲话，那个态度，你看表情也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大国在欺负一个小国。然后，所以虽然他是对的，可是态度也看到中国是有一点点傲慢这是一个实话。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你说俄罗斯跟中国讲说不能让日本这个重新再武装，其实认不让再武装是一回事，因为你说整个局势在变，你说他可能还是要再武装，德国也在武装，但是重点不是在武装，重点在日本的态度，因为你从来没有承认过说你以前的这个认错你以前的侵略是错的，然后你这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好，来看看我们的立法院每次在删预算有一些条文要删除的时候呢，即使是连续3年临时巡例的预算要删除的时候，都可以上这个自由时报头版头，都说是违法乱纪什么滥删预算。可是我们预算是怎么用的呢？来看看审计部的报告。根据审计部公开所做出来对于行政机关的各种的检究举，他们说空军的军购余额，就是军购买军股的余额没有用掉，挪去他用。大概有这个，另外有19项，20就是大部分有很多的余额是不能挪用的，应该是要归还给国库拿去用的。另外是有19项，20年我们买东西可以买20年都还没来20年以上的台美军购案都还没办法结案。那这问题出在哪里？而防空武器现在拉警报，说几个关键的零组件都没有库存，这个细节洋洋洒洒列出很多表格，这是针对114年的14项重大缺失，这是民进党政府自己审计部做出来的审计结果。他说呢，配置在我们主力有个基隆级的驱逐舰很重要，标2防空飞弹，关键零组件居然没有库存。那怎么办？万一有个零件坏了没有办法用了怎么办？这直接无库存，那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在等新的武器，还在线等。那过去买的武器呢，可以不用库存零组件还有空军之前无人机防御系统，不是一度还要什么这个卖马桶的厂商都可以买嘛等等的，缺少可以陆军新频段，还有 MK46的鱼雷延寿升级案。美方延期，而且提供的零件很零散，没有办法主力整批的使用，甚至让我方连1枚鱼雷都没有办法拼装。那当然很扯，所以有19项都是等了20年还没有等到的结果的军购案，还要等多久？等到花儿都谢了。那么当然还有，我们到底两岸关系很紧张，我们的政府一直说要强化我们的武力防御能力，到底拦截得了吗？军方的无人机防御系统被报道出来说有出包吗？由空军所统筹委托中科院建制的固定式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被查核发现这个系统里有侦测干扰频段，居然没有涵盖中国大陆近年推出的5.1 GHz 的新机型。也就是说，如果北斗3号卫星的频段是没有办法侦查的话，那我们要侦查哪里？
所以很多不管无人机 AI 自主的这个侦查，通通没有达到可以反制的手段吗？那么福迈当时就是马桶商啊，采购被形容很多鬼故事啦。当然，这个很多网友讲了很多鬼故事，蛮好笑的，但是真的笑不出来，是说这个是装潢的厂商啦，居然这个采购案因为很高金额的2.1亿吧的采购案没有办法履约，只好做算是废标了。但是呢，国防部解约说要重罚的时候，当时被爬书问出来问题的时候，国防部是全力护航的。国防学院的学者苏子云建议针对这些高敏感性的国防资材，采购机关应该要有所谓积极资格的审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什么小吃店出头天，什么马桶商也可以买飞弹、炸药，评估厂商的专业能力出口。学者们基本的都认为，避免标案延宕，影响国军战力，这当然重要吧。如果你的目的不是要花钱出去，而是真的要让我们国军有战斗力的话，所谓这个福迈鬼故事啦，它是这个逆风的乌鸦讲这段，很多人觉得蛮好笑的。它就是假设不用讲名字就可以知道故事是怎么回事。有个公司要买新电脑，这一批结果发现要买电脑去跟玩具公司买，然后呢还是跟印度公司买。那公司懵啦，我们公司不就是卖电脑的吗？也有生产电脑吗？我还要去跟别人买，还是印度啊，还是玩具公司啊？原来是某个跟资讯部很熟的董事强推玩具公司，然后后来还说被爆出什么外遇什么什么的商业间谍，出卖自己公司的讯息给别人。好啦，这都不用对号入座啦，大家都知道他指涉的是什么人吗？但这个情节有没有很熟？真的是蛮熟的。所以如果看看两岸在这种好像一直创造很多危险的氛围，是创造出来的，实际的这种军力的不对等也是事实。光是福建舰最新在这个报道里面发现说，换装了神秘的射管军事刊物分析的，在辽宁舰、山东舰原本都安装了12管的火箭生弹发射装置，但是福建舰呢换了一套，这个画面上可以被圈出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套呢比过去更轻更小的6连装324毫米轻型鱼雷发射器，用来干嘛？当然是反鱼雷的鱼雷就是说一旦侦测发现有鱼雷逼近的时候，可以最有效的来反制的。那这过去被形容说这种可以水下拦截管反制的这个装置呢，是过去美国、俄国都曾经想要做，但是在航母上最后都半途而废。但是现在福建舰已经做到了。在两岸的军力如此不对等，我们的采购是这样，那么这样对比起来，连美国都担心的大陆的军武发展，而我们强调要努力，但将军看出来我们现在所做的，不管采购的武器跟所实质做的作为如何呢？我们总共我们台湾只有4艘驱逐舰其他的包括到成功级或者是拉法叶，他们只能称之为护卫舰，大概3000吨。那这个基隆级是既得舰是7000吨，是正式的可以当做驱逐舰的这种标准，也就是说是我们台湾最大的4艘的这种军舰那这4艘里面居然这种标2只是标2的飞弹居然没有零件，那不是有炮无弹吗？那你打什么仗呢？你这军舰出去，你不就如果说不张开一张防空网的话现在我们都知道，从这次美国去打伊朗，我们就看得出来，美国很多军舰忌惮于伊朗的，不管是它的导弹或它的无人机包括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都要后退200公里这么远那现在如果说你连防空导弹都没有零件，不可以发射，那试问一下，如果说一开战起来的话，你这既得舰在这个外海是不是就准备被解放军无人机当靶子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国军后勤来讲确实出了很大的包。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既得级的标2飞弹没有零件我们看到包括到现在讲空军的军购结案，有这个很多项这无法结案一作他用甚至我们看到我们买军火没办法这个正常的购买，整个都是后勤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后勤出了问题呢？因为后勤最容易上下其手了，讲明了，而且后勤还有个特性，知道吗？主观不懂。我跟各位讲赖清德你懂后勤吗？你也不懂后勤。顾立雄你懂后勤吗？你当然不懂后勤。我跟你讲，不是你们2个不懂，你问总司令懂不懂后勤，他也不懂后勤。后勤是专业，后勤真的是专业，你必须要尊重专业。如果说你不懂后勤，你就很容易让这些在上下其手。但是我们现在
国军变成怎么样？就变成说是迎合上面所好哈。上面来讲要雄壮威武，我们就想办法弄得雄壮威武。我们买这个打出来招牌要21万架的无人机哦，我们要买多少武器多少无人机，讲这些这个天方夜谭。空洞的话，好像在糊弄老百姓。我们要雄壮威武，所以我们要 M1A2 战车哈。虽然说曾经有一个我们陆军的上将将领出来说，我们这种战车 M1 战车并不适合我们台湾的地形，有人听吗？没有人听哈。大家只为了说，你看我们有地表最强的战车，我们有这个21万架的无人机，我们要将台海打造成一个无人机的地狱景象，只讲这些。但是回过头来去看，你发现，哎呦。居然我们没有零件，你没有零件，这些无人机能飞吗？而且我这边再补充一点，你知道无人机还有一个特性，它的寿期非常短，大概只有2-3年的寿命。2-3年之后，这批无人机可能新的更新世代之后，这批就淘汰掉，用不到了哈。那另外第二个，你弄这些东西买了花钱，你讲完就算了。另外还有一些人士，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边线比绕着这样，你买那么多无人机，买那么多大炮，买那么多战车。就有人去操作，没有兵会操作，没有专业的士兵会操作，就像是一个部队里面，现在说我们义务役来补，你义务役补就像是一个公司里面，你可以找实习生来做很多的专业的工作吗？你不行嘛，你专业的工作一定要正职的人员才能够来操作，你不能叫实习生来操作。譬如说我们这摄影师大哥来讲，他一定是专业的，你不能叫实习生来操作这个摄影机啊，那一定要专业的人。我们现在国军现在已经变成这种情形，就是说，正职的自愿役来讲人不够，那只能说是糊弄我们老百姓，说我们用义务役的来补到战斗部队，义务役补到战斗部队，他能够会操作这些飞弹、这些战车，他不能操作嘛？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只能虚有其表了，表面上面看起来讲的好像很光冕堂皇，好像很有用，但是回过去看里面，这个门一打开来，才发现里面破烂的不得了。对不对？武器来讲，没有零部件根本就不能操作。门一打开来一看，没有人会操作，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这种士兵来操作。那讲了半天，这个抗中保台不都是在讲一些空话吗？杨老师，士兵的兵源不足是一回事，我们光是采购可以20年不到货，哇！然后这个预算很多执行是继续的被挪用，这是审计部自己所做出来的结论。真的感谢审计部啊！在这个时间点，他还愿意说真话。我们就讲无人机这一块，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美国 AIT 台湾的处长古立言不是说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吗？要制造就是台海的地域景象，这个是当时美国的印太总部这样子说的。然后呢，赖清德政府就整个鼓励这是台湾的下一个护国神山产业。那我们还经常看到绿营的媒体还说，你看看乌克兰，他投资3-4千亿美元所带来的无人机产业的这个成效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各位，你是在做一个产业发展，那 OK 啊，还是你在做台海军事的防卫准备？也许两者可以合一，但我们现在讲的重点是台海的军事防卫，也就是你面对可能的台海冲突的时候，无人机会不会是像现在伊朗所用？可是各位，你要跟谁打？全世界现在80%的无人机是谁做的？是对岸中国大陆做的，军事的、商业的、各种的。如果什么都不用，光是两岸就对打无人机战，那你不只是要发展无人机，你要做无人机防卫嘛，对不对？这个基本上，这个审计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他们有在做，花了35亿，可是呢，4大部分问题多多。比如说5.1赫兹的新机型，你根本没有放在这里面。比如说中国北斗3号部分的频段也没有在这个里面，对光纤式的无人机也没有在这个里面。AI 自主导航无人机，对不起，这些都是现在大陆最先进，以及最有优势的。所以你要准备做两岸无人机对抗的时候，你完全无视于对方的优势，你在那边自己围起来，自己爽说，你看我们这边无人机可以做下一个护国神山。你是想要从产业里面去捞一笔钱，还是你真的是为两岸的军事的这种准备来做这个发展？审计部完全就把你这个乌纱帽揭掉，
海水退去，你根本做不到。所以这就变成一个问题。今天的《纽约时报》就有一篇讲台湾，对不起，不是在讲这个示威抗议，是在讲台湾如果遭受到大陆的封锁，有3种，一种是海上隔离、军事封锁，还有能源围困。这3种如果说对台海整个开始做的话呢，那他去访问所有台湾这边相关从军事、政党、政治人物都是绿营以及相关的学者，就他们说我们现在因应也做了演练，也做了演习，因应可能发生的海上封锁隔离，我们有3招。第一招，发展浮动设施，也就是买船放在海外，让船里面有油。第二招，也就是物资配给，也就是岛内的物资发生隔离的时候，我们要来怎么加强配给运送。第3个是接受这些所谓的这个接收护航，如果有国际的物资啊，或者是人道救援来的时候，我们去接收。各位，这个是你面对海上封锁的时候，你能够做到的东西吗？整个台湾的军事、经济、社会，第一时间会面临到怎么样的情况呢？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吗？你做这种3种准备，就能够避免冲突吗？冲击吗？你做的无人机的这种大战，你完全不顾反无人机的这些作为，审计部指出来问题重重，你真的能跟大陆去进行无人机大战吗？真的是鸵鸟钻的洞里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解读了。这3个策略听起来像上古时期才会说的策略，让大家能安心吗？跟那个油一样啊。刘老师怎么看？对的，刚才就谈到说没有零件不能发射啊，有一些将军讲，我真的感觉到啊，怎么听起来像清朝末年一样啊？怎么像马来西亚没有就没几个炮弹，慈禧太后把钱拿哪里去了？没有炮弹呢，不能发射啊？怎么会建军会做成这样的？其实呢，我们要看到，刚刚讲的是武器，我们再谈一下人的问题啊。那人的问题呢，其实你就讲只要买卖武器呢，就看有卖的、买的、用的、被保护的。对不对哈？你大家分有卖的、有买的、有用的、有被保护的。那卖的呢？卖的是美国嘛？美国呢，常常他卖我们不是我们想买什么，而他要卖你什么啊？不是说我需要什么，而常常是他觉得你需要什么。所以那里面太多的军火商人。我们常常讲的军工复合体啊，美国的政治人物跟这些商人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军事工业怎么结合，怎么往里边塞东西嘛。所以我们常常就冤大头，我们当盘子，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买了很多不见得有用，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买的呢，就刚才讲到现在就是无人机。那无人机呢，其实我们有这个问题，乌克兰也有这个问题。你看到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非常厉害，可是它发展无人机的过程里面又有很多的贪污啊！你看俄乌战争打下来，俄国人贪了多少，乌克兰贪多少？前面有死的，但是后面有贪的，贪得一塌糊涂。所以国防部长也不断在换，军中人士不断重整，对不对？为什么？贪的人太多嘛。只要有新武器，就贪的人太多。而且你要晓得，这个乌克兰的问题，我们这边还会出现什么？就是大批的，你说这个新的这个无人机部队，无人机部队进来，就是涉及到军中现有的资源分配、人力调配、作战理念、价值观的碰撞、世代的冲击。对不对？那这就你老一辈的军官他不会用无人机，那年轻的时候无人机，乌克兰就这问题啊。好，那你这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卖的、买的，那用的呢？用的比较可怜，用的拿不到东西用啊。拿不到东西用，那我们这些老百姓呢？我们是被保护的。那被保护的怎么样呢？那政府就骗我们嘛，说没问题啊，我们都做好的准备，所有东西我们都做好。但是每一次政府讲都做好了准备，有好多的这个剧本呢，我们都准备好了哈，各种状况我们都万全准备。可是我们就不见得放心呢。不见得放心，就涉及到老百姓跟政府中间有很大的一个信任这个危机嘛。所以你从放在这角度来看，武器本身先不看，你看人啊，卖的、买的、用的、被保护的，这里面都有问题。那这些问题怎么样调整？那么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和点，才能够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安全的困境。